雷鸣电闪，撕裂苍穹，瓢泼大雨倾盆而下。林晨猛然睁开双眼，入目是一间破旧的木屋，雨水从屋顶的缝隙渗进来，滴落在青石地面上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瘦弱的双手，心脏剧烈跳动。他重生了。上一世，他是修仙界最不起眼的散修，碌碌无为百年，最终死于一场门派争斗的余波。临死前的不甘，让他神魂不灭，竟重回少年时代。这一世，我定要登临绝顶。林晨握紧拳头，感受着体内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灵气。他记得，再过3日，那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就会到来。他的散修师傅苍梧老人。苍梧老人修为不高，只有筑基后期，在修仙界属于最底层的那一波。但他待林晨极好，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只是这师傅有个致命的毛病，仇家太多。正想着，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推门而入。徒儿，为师回来了。这次给你带了3枚聚气丹，够你修炼一阵子了。林晨眼眶微热，上一世师傅为了这3枚丹药，差点丢了半条命。他起身深深一拜：“师傅，这一世换徒儿来护你。”苍梧老人愣了一下，哈哈大笑：“你这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？”拜师3个月后，林晨终于明白师傅的仇家多是什么意思。那天夜里，他们正在山巅吸收月华修炼，忽然一道剑光破空而至，一个黑衣修士脚踏飞剑悬在半空。苍梧老儿，3年前你抢我灵药，今日该还债了。苍梧老人二话不说，一把拎起林晨的后领，祭出一张泛黄的遁地符，瞬间钻入地下。两人在地底穿行了1个时辰，才从一条溪流中冒出头来。师傅，那人是谁？林晨吐出口中的泥水。一个金丹期的散修，3年前抢了他一株100年灵芝罢了。苍梧老人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衣袍。修仙界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，不想被杀就得跑。林晨沉默。上一世他跟了师傅10年，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被追杀一次。从炼气期的菜鸟到金丹期的强者，仇家遍及5湖4海。苍梧老人的储物袋里最多的不是丹药灵药，而是各式各样的逃命符箓。徒儿，你要记住，散修没有宗门庇护，能屈能伸才是生存之道。被人追杀不丢人，死了才丢人。林晨点头，心中却暗暗发誓，这一世他不仅要活，还要活得比任何人都风光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晨白天修炼，晚上和师傅一起跑路，炼气3层，炼气5层，炼气7层，修为稳步提升，而追杀也从未间断。炼气9层大圆满，距离筑基只差临门一脚。林晨盘膝坐在一处山洞中，体内灵气翻涌，即将冲破筑基的瓶颈。然而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苍梧老人突然面色大变：“不好，仇家寻来了！3个金丹期的，是冲我来的。”他一把拉起林晨，七拐八拐钻入一片荒山野岭，最终停在一座长满青苔的古墓前。进去。苍梧老人推开木门，一股阴寒之气扑面而来。林晨皱眉，上一世他对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。师傅的修炼圣地从来不是什么洞天福地，而是各式各样的坟墓、古冢、废弃墓穴。按照师傅的说法，这些地方阴气重，容易掩盖灵气波动，是躲避仇家追杀的绝佳场所。墓室不大，正中摆着一具石棺，四周墙壁上刻满了模糊的符文。苍梧老人熟练地布置了一个隔音阵法，又从储物袋中掏出几块灵石嵌在墙角。好了，在这里突破金丹期也找不到你。苍梧老人得意地拍了拍手。为师当年筑基也是在一座将军墓里完成的，那墓主人还有几分英气，陪葬品里居然有一壶陈年佳酿。林晨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盘膝坐下，闭目凝神。他引动体内灵气，向着筑基的瓶颈冲击，1次、2次、3次。就在第5次冲击时，他忽然感觉到石棺之下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颤动。突破的紧要关头，石棺下的颤动越来越剧烈。林晨眉头紧锁，分出一缕神识，探向石棺底部。那里似乎有一层极其隐蔽的禁制，若不是他即将筑基，神识强度大增，根本不可能发现。师傅，石棺下面有东西。林晨低声道。苍梧老人正在墓室门口警戒，闻言走过来，仔细查看了一番。就是个普通的石棺，大概是墓主人的尸骨。徒儿别分心，先突破再说。林晨没有反驳，但心中却笃定那里不简单。上一世他在这里筑基成功后就离开了，从未发现石棺下的秘密。这一世
他的神识比前世同期强了数倍，才捕捉到那一丝异样的波动。他压制住好奇心，全力冲击筑基瓶颈，体内灵气如江河汇海，轰然冲破了那道无形的壁垒。筑基城，灵力气旋在丹田缓缓旋转，凌晨只觉得五感60比之前清晰了数倍，连墓室角落一只蜘蛛结网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好徒儿！苍梧老人大喜过望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面色一变。不好，那3个金丹期的还没走，正在附近搜索。咱们再待3日，等他们走了再出去。凌晨点头，目光却落在石棺上。3日时间足够他查明棺底到底藏着什么了。待苍梧老人靠在一旁打盹，凌晨悄悄将手掌贴在石棺侧面，运转刚刚突破筑基期获得的力量，缓缓将石棺挪开了1寸。石棺挪开的一瞬，一道幽蓝色的光芒从棺底涌出，照亮了整个墓室。苍梧老人猛地惊醒，凑过来一看，只见棺底的青石板裂开一道缝隙，蓝光正是从缝隙中透出的。他皱眉沉吟，这是灵气波动？不对，比灵气要精纯得多，倒像是某种灵宝的气息。两人合力将青石板撬开，下方竟是一个小小的暗格，暗格中别无他物，只静静躺着一枚拇指大小的水滴形玉简，通体剔透，蓝光流转，宛如一滴凝固的灵泉。一枚玉简。苍梧老人拿起来端详了片刻，神识探入其中，随即失望地摇了摇头。是一本修水的功法，叫灵水诀，品阶很低，大概是人级下品，内容也平平无奇，无非是如何操控水流、凝水成冰之类的小术法，没什么大用。他把玉简随手丢给凌晨。你要有兴趣就收着，好歹也是个功法，说不定哪天能用上。为师当年也修过水属性功法，后来发现威力太弱，就改修雷法了。凌晨接过玉简，神识探入的瞬间，心中猛然一震。这本灵水诀的表层确实如师傅所说，只是一本普通的控水功法，但在功法的末尾有一行极小的古字，若非他前世博览群书，根本不可能认出。那行古字写着：此诀有真意，非其人不可见，非其时不可成。凌晨不动声色地将玉简收入怀中。接下来3日，他一边在墓室中稳固筑基境界，一边暗中研究这枚玉简。苍梧老人只当他是在翻阅那本人级下品的功法，没有在意。第4日，那3个金丹期修士终于离开，师徒2人出了古墓。苍梧老人照例带着凌晨换了一处落脚地，这次是一座荒废的山神庙。夜里，凌晨独自盘坐在偏殿，将全部神识进入玉简之中，终于在第7遍时发现了端倪。灵水诀的正文字里行间竟藏着另一套功法的修炼法门，那些看似普通的字句，如果换一种顺序去读，换一种方式去理解，就变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心法。这种藏匿手法极为高明，若非他前世对水属性功法有过深入研究，根本不可能发现，真正的灵水诀并非人级下品，而是远超他认知的天级功法。它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控水，而是化凡水为灵泉，化灵泉为仙泉。修炼此功，可让修炼者操控的水质发生根本性改变。初时只能将普通河水转化为蕴含灵气的灵泉，用于灌溉灵药、疗伤解毒。炼至小成，灵泉可洗涤根骨，提升资质；炼至大成，一滴灵泉便可让凡人脱胎换骨。而功法的最高境界天降仙泉，更是逆天至极。施展之时，方圆百里的雨水都会化为提升修为的仙泉。凡被雨水沾身者，无论人畜草木，修为都会大幅增长。凌晨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等逆天功法若是被修仙界知晓，不知会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。凌晨决定暂时不告诉师傅真相，并非不信任，而是苍梧老人性子耿直，嘴上没把门，万一哪天被仇家搜魂，秘密就保不住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师傅的修为，知道太多反而危险。从那天起，凌晨白天跟着师傅修炼普通的功法，应付追杀，躲避仇家；夜里则偷偷修炼灵水诀。修炼这本功法的第一步，是在丹田中凝出一颗水种，水种越纯净，将来化出的灵泉品质就越高。凌晨花了整整7天，才将丹田中的水属性灵气凝聚成一颗米粒大小的蓝色光点。有了水种，就能开始点化普通的水了。这天夜里，凌晨趁师傅熟睡，悄悄来到山神庙后的一条小溪边。他将右手探入溪水中，运转灵水诀，水种微微颤动。片刻后，一小团溪水缓缓浮起，在他掌心凝成一个拳头大小的水球。水球原本无色透明，但随着凌晨持续输入灵气，它渐渐泛起了淡淡的蓝色光泽。一股清甜的气息从中散发出来。灵泉虽然是最低品质的灵泉，但的的确确是灵泉。凌晨按捺住激动，将这一团灵泉小心收入一个玉瓶之中。他尝了一口灵泉入腹，化作一股温热的气流散入四肢百骸，比普通灵气的吸收效率高了整整3倍。
果然不愧是真正的天际功法。林晨眼中光芒闪烁，只要勤加修炼，不出3年，我就能追上那些大宗门的天骄。灵泉的妙用远超林晨的预期。他将第1瓶灵泉分成3份，一份自己服用，一份偷偷混入师傅的茶水中，一份浇灌在山神庙后院一株快要枯死的灵药上。3日后，他体内的灵气精纯度提升了近2成。苍梧老人喝完那杯茶后，精神大好，连多年的暗伤都好了几分。而那株原本濒死的灵药，竟然重新抽出了嫩芽，叶片上还隐隐有灵光流转。徒儿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修炼特别顺？为师昨晚打坐，居然一口气冲破了卡了5年的小瓶颈。难不成是这座山神庙风水好？林晨忍着笑点头，可能是的，师傅。他知道灵泉的功效还远不止于此。随着灵水诀的修为加深，他产出的灵泉品质会越来越高，将来不仅能辅助修炼，还能用来炼丹、炼器、绘制符箓，甚至可以用来培育灵兽、改良灵药种子。这本功法的价值堪比一座顶级宗门的全部底蕴。但凌晨也清醒地意识到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在实力不够之前，他必须将灵水诀的秘密死死守住。所以，他每次产出灵泉都十分小心，绝不让任何人察觉异常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凌晨的修为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。筑基1层，筑基2层，筑基3层，速度之快，连粗枝大叶的苍梧老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。苍梧老人围着凌晨转了3圈。徒儿，你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天才地宝？怎么3个月就突破了3个小境界？为师当年筑基器，一个小境界就得磨1年。可能是那座古墓里的灵气比较特殊，徒儿筑基时吸收了一些残留的力量。苍梧老人将信将疑，但也没有深究。在他看来，徒弟修为增长是好事，总比停滞不前强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面前。苍梧老人的一个宿敌，金丹后期的黑风上人，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，正在四处搜寻师徒2人的下落。这次麻烦了，黑风上人修的是魔道功法，心狠手辣，被他抓住就是生不如死。咱们得找个地方躲一阵子，最好能躲个1年半载。师傅，不如我们去南荒沼泽，那里瘴气弥漫，地形复杂，金丹期修士也不敢轻易深入。好主意，不过南荒沼泽凶险异常，你确定要去？徒儿愿意一试。次日天还没亮，师徒2人就收拾行装，一路向南。凌晨在路上悄悄用灵泉滋养身体，他有预感，南荒沼泽虽然危险，但或许正是灵水诀更上一层楼的好地方。毕竟水是万物之源，而沼泽正是水与土交融之地。南荒沼泽万里无人烟，这里终年被灰白色的瘴气笼罩，沼泽中隐藏着无数毒虫妖兽，就连金丹期修士都不愿轻易踏足。但对凌晨师徒来说，这里却是绝佳的藏身之所。苍梧老人找了一座半沉在沼泽中的古塔，作为临时落脚点，塔身已经倾斜了大半，但内部的阵法还勉强能用，足以隔绝瘴气和灵气波动。就在这里住下吧。苍梧老人满意的点点头。黑风那老东西胆子再大，也不敢追到这里来。来到沼泽的第1天，他就感觉到了灵水诀的异动。这里的空气中水灵气异常充沛，且蕴含着沼泽独有的腐而不死，死而复生的玄妙意境。他开始尝试将沼泽水转化为灵泉，起初几次都失败了。沼泽水中的杂质太多，灵泉的品质反而比普通溪水还差。但凌晨没有气馁，反复调整灵气的输入方式和转化路径。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他终于成功的将一团浑浊的沼泽水转化成了一滴近乎透明的灵泉。这滴灵泉与之前的不同，它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生机气息，仿佛蕴含着枯木逢春的力量。凌晨将这滴灵泉滴在一株枯死的草茎上，下一刻，枯草竟然重新焕发生机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了嫩绿的叶片。不仅是灵泉，还能起死回生。凌晨心中震撼，随着修炼环境和修炼者心境的变化，灵泉会演化出不同的属性。南荒沼泽第3个月，凌晨的灵水诀突破到了第2层。这一次突破来得很突然。那天夜里，他正在古塔顶层修炼，忽然感应到沼泽深处传来一阵奇异的共鸣，那是一种与水灵气完全不同的波动，更像是某种古老的存在在召唤他。凌晨犹豫了片刻，最终决定前往一探。他给师傅留了一张字条，悄悄离开古塔，踏着沼泽中若隐若现的泥地向深处走去。他来到一片从未有人踏足的死水潭，潭水漆黑如墨，表面漂浮着森森白骨，看上去诡异至极。但凌晨的灵水诀却在疯狂运转，
仿佛这片死水潭中藏着巨大的机缘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右手探入潭水，一股冰冷刺骨的力量瞬间涌入体内。但与此同时，灵水诀自动运转起来，将这股力量缓缓吸收转化。凌晨的丹田中，那颗水种开始剧烈旋转，体积膨胀了一圈，颜色从淡蓝变成了深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凌晨收回手掌，而他手中的是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珠子——水灵珠。这是传说中水属性修士的至宝，由纯粹的水质精华凝聚而成，天生地药，万年难遇。有了它，灵水诀的修炼速度至少能提升5倍。凌晨将水灵珠收入丹田，让水种与之融合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的水种仿佛活了过来，变成了一颗真正有生命的水之心。水灵珠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。短短2个月，凌晨的修为从筑基3层飙升至筑基7层，速度之快，连他自己都有些心惊。更重要的是，灵泉的品质也发生了质的飞跃。他产出的灵泉不再仅仅是淡蓝色，而是泛着淡淡金光的灵泉精华，一滴的功效抵得上之前的100滴。苍梧老人终于坐不住了：“徒儿，你跟为师说实话，你到底在修炼什么？”这天傍晚，老人难得严肃地坐在凌晨对面。为师虽然修为不高，但眼力还在。你身上这股气息，绝对不是普通功法能修出来的。凌晨沉默片刻，从怀中取出那枚水滴形玉简，递了过去。苍梧老人接过玉简，神识探入。这次他没有只看表面，而是仔细研读了每一个字。良久，他放下玉简，面色复杂地看着凌晨。原来如此，那行古字，为师当年也看到了，但没当回事。没想到这里面藏着这么大的秘密。师父恕罪，徒儿不是有意隐瞒。凌晨跪下行了一礼，苍梧老人哈哈大笑，一把将他拉起来。恕什么罪？你能守住秘密，这是对的。修仙界人心险恶，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不过，他话锋一转，眼中露出慈祥之色。以后灵泉多给为师留几瓶，那东西喝着确实舒坦。凌晨也笑了。遵命，师父。师徒2人的平静日子，在一个雨夜被打破。黑风上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追踪到了南荒沼泽。那天夜里，一道阴森的黑气冲破瘴气，直直落在古塔前方。黑气散去，露出一名身材瘦削、面如枯骨的黑袍修士。苍梧老儿，你以为躲到这鬼地方，本座就找不到你了？黑风上人桀桀怪笑。快快交出那枚千年珠果，本座可以给你个痛快。苍梧老人面色铁青，将凌晨护在身后。珠果早已被我炼化，你想要，除非杀了我搜魂。那就杀了你。黑风上人抬手一挥，漫天黑气化作无数根骨刺，暴雨般射向古塔。苍梧老人祭出一面铜盾抵挡，同时往脚下拍了一张遁地符。但黑风上人早有防备，一跺脚，方圆100丈的地面都被黑色灵力封锁，遁地符失效了。徒儿，快走！苍梧老人怒吼一声，燃烧精血，催动铜盾，硬生生挡住了一轮攻击。凌晨没有走，他双眼微眯，右手缓缓抬起，丹田中的水种疯狂运转，将沼泽中无处不在的水灵气汇聚到掌心。灵水诀攻，漫天水汽在凌晨掌心凝聚，化作一道碧蓝色的水刃，朝着黑风上人斩去。黑风上人嗤笑一声，区区筑基期的小辈也敢对本座出手？他随手一挥，一道黑气迎向水刃。在他看来，筑基期的攻击连他的护体灵光都破不了。然而下一刻，他的笑容凝固了。水刃与黑气碰撞的瞬间，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被轻易击溃，而是发出一阵刺耳的嗤嗤声。黑气竟然被水刃中的灵泉精华消融了大半。这是什么水？黑风上人眼中闪过一丝惊骇，急忙侧身躲避。水刃擦着他的肩膀飞过，在黑袍上留下了一道焦黑的痕迹。凌晨心中也是一惊，他没想到灵泉精华对魔道功法的克制效果如此之强。按理说，筑基对金丹差了2个大境界，根本不可能造成任何威胁。但灵泉精华中蕴含的纯净生机，恰恰是魔道死气的克星。好小子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黑风上人阴沉着脸，不过这点雕虫小技还救不了你们的命。他不再轻敌，双手结印，一道巨大的黑色骷髅头在头顶凝聚，张开大口朝师徒2人吞噬而来。这一击蕴含了金丹后期的全部力量，空气都为之凝固。凌晨咬牙，正准备拼死一搏，忽然身后传来苍梧老人的声音：“徒儿闭眼。”凌晨本能地闭上双眼，
下一刻，一道刺目的金光从身后爆发，照亮了整片沼泽。金光中蕴含着浩荡正气，与黑风上人的魔气针锋相对。黑色骷髅头被金光一照，如同冰雪消融，瞬间崩溃。金刚破魔符！黑风上人惨叫一声，周身黑气被金光冲散大半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撞断了3棵枯树才停下。苍梧老人手持一张泛着金光的符箓，嘴角溢出鲜血。这张符是他压箱底的保命之物，是一位早已陨落的佛修老友所赠，只能用一次，威力堪比元婴期一击。他本打算留给凌晨将来保命用，但此刻不得不提前动用。走！苍梧老人一把抓住凌晨，趁着黑风上人被重创的机会，脚踏飞剑朝沼泽更深处遁去。黑风上人从废墟中爬起，浑身焦黑，七窍流血，眼中满是怨毒。苍梧老儿，还有那个小畜生，本座记住你们了，待本座伤愈，必取你们性命。师徒二人一路狂奔，直到彻底感应不到黑风上人的气息才停下。苍梧老人跌坐在地，大口喘息，脸色惨白如纸。燃烧精血加上催动金刚破魔符，让他的根基受到了重创。师傅，凌晨扶住老人，毫不犹豫地将体内最好的灵泉精华渡入师傅体内。灵泉精华入体，苍梧老人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些许血色。老人睁开眼，看着凌晨掌心中那一团泛着金光的灵泉。好小子，你这灵泉的功效，怕是连那些大宗门的疗伤圣药都比不上。凌晨没有接话，继续将灵泉精华一丝丝渡入师傅体内，修复着受损的经脉和根基。整整1个时辰后，苍梧老人的伤势才稳定下来。虽然暂时无法与人动手，但性命无忧，根基也保住了大半。师傅，黑风上人不会善罢甘休，他受了重伤，至少要休养半年。这半年里，我们必须变得更强。苍梧老人苦笑，半年时间能有什么大变化？为师根基受损，修为不倒退就不错了。你能在半年内从筑基7层突破到筑基9层，已经算是天纵奇才了。凌晨摇头，目光坚定。不，徒儿要在半年内突破到金丹期。苍梧老人瞪大眼睛，金丹期？你疯了！从筑基到金丹，就算是那些大宗门的天才弟子，至少也要3到5年，半年。别人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凌晨站起身，望向沼泽深处那片死水潭的方向。我有灵水诀，有水灵珠，还有这整片沼泽的水灵气作为资源，半年突破金丹，不是痴人说梦。苍梧老人沉默良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好，为师信你。这半年，为师替你把风，你安心修炼。南荒沼泽最深处有一处天然形成的水下洞穴，凌晨花了3天时间将洞穴改造为闭关之所，在水底布下了隔水阵法和聚灵阵法。这里的水灵气浓郁程度是外界的10倍不止，配合水灵珠的加持，修炼速度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。闭关第1天，凌晨将丹田中的水种与水灵珠进一步融合，水种不再是一颗简单的灵力结晶，而是演化成了一颗微型的水之本源，能够自主吸收天地间的水灵气，效率比之前提升了10倍。闭关第1个月筑基8层，闭关第2个月筑基9层，闭关第3个月筑基9层大圆满，金丹瓶颈显现。但金丹瓶颈远比筑基瓶颈坚固得多，凌晨冲击了3次，都以失败告终。每一次反噬都让他经脉剧痛，气血翻涌。普通修士在冲击金丹时，往往需要借助丹药阵法，甚至师门长辈的护持才能成功。而凌晨只有1人，他没有气馁，而是换了一个思路，先用灵水诀的水种之力，一点点腐蚀软化金丹瓶颈。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。凌晨每天只做一件事，运转灵水诀，将灵泉精华化为极细微的水流，一丝丝渗入瓶颈的缝隙中。水滴石穿，绳锯木断。1个月后，那道坚不可摧的金丹瓶颈终于出现了第1道裂纹。裂纹出现的瞬间，凌晨眼中金光爆射，他毫不犹豫地引动丹田中所有灵力，化作一道洪流，朝着那道裂纹狠狠撞去。轰！瓶颈剧烈颤抖，裂纹扩大了几分，但依然没有完全碎裂。再来！凌晨咬牙，将灵泉精华也注入冲击之中。灵泉精华的渗透力极强，顺着裂纹深入瓶颈内部，从内向外瓦解它的结构。第3次、第4次、第5次，每一次冲击都让凌晨痛不欲生，经脉仿佛要被撕裂，丹田中的水种都在剧烈摇晃，但他没有停下，也不能停下。冲击金丹本就是逆天而行，不进则退，退则根基尽毁。第7次冲击时，瓶颈终于承受不住了，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在凌晨体内响起。如同冰面崩裂，又如同春雷炸响，金丹瓶颈彻底破碎，丹田中的灵力开始疯狂压缩凝实，
朝着中心的水种汇聚，水种在灵力的包裹下急速旋转，体积越来越小，密度越来越大，颜色从深蓝变成了紫金色，最终所有灵力连同水种一起，凝成了一颗龙眼大小的金丹。金丹表面流转着水波般的光泽，隐隐有灵泉在其中涌动。这不是普通的金丹，而是融合了灵水诀和灵泉精华的灵泉金丹，品质远超同阶修士。林晨缓缓睁开双眼，感觉体内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闭关第120天，金丹期成。林晨从水下洞穴中出来时，苍梧老人正在洞口打盹。老人睁开眼，看到林晨周身流转的金色灵光，愣了足足3息，然后猛地跳起来，绕着林晨转了3圈。金丹，真的是金丹，半年不到，真让你小子给成了。师傅，黑风上人的伤应该也养得差不多了，与其等他来找我们，不如我们去找他。苍梧老人一怔，你要主动去找金丹后期的麻烦。你虽然突破了金丹，但和金丹后期还差着2个小境界。林晨微微一笑，师傅忘了，我的灵泉精华专克魔道功法，黑风上人的修为越高，魔气越浓，被克制的就越惨。苍梧老人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但还是有些不放心。要不，咱们再躲一阵，等你金丹中期了再去找他。不，此人睚眦必报，留着他是个祸患。况且他的储物袋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，正好拿来给师傅修复根基。苍梧老人张了张嘴，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行吧，为师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跑路，没想到收了个徒弟，本事却是找人打架。黑风上人没有离开南荒沼泽，他找了沼泽边缘的一座废弃矿洞作为临时巢穴，一边养伤一边搜寻师徒2人的下落。半年过去，他的伤势已经痊愈，心中的恨意却与日俱增。那天正午，林晨独自出现在矿洞前方。小畜生，你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！黑风上人从矿洞中走出，周身黑气翻涌，眼中满是杀意。你那个废物师傅呢？让他一起出来受死！对付你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林晨语气平淡，右手缓缓抬起。黑风上人狞笑一声，不再废话，双手结印，漫天黑气凝聚成9条黑色巨蟒，张开血盆大口朝林晨扑去。这是他的成名绝技9阴魔蟒阵，曾经用这一招击杀过3名同阶修士。林晨不闪不避，掌心蓝光大盛，方圆数里的水灵气疯狂汇聚而来。与此同时，丹田中的水灵珠全力运转，将这些水灵气转化为灵泉精华，再凝聚成一道巨大的水幕。9条黑色巨蟒撞上水幕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魔气与水汽交织，腐蚀与净化对抗。黑风上人本以为能轻易撕碎水幕，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魔蟒一碰到水幕就开始消融，而水幕却越战越强，仿佛有生命一般不断生长。这不可能！黑风上人惊骇欲绝，他明明感应到林晨只是金丹初期，修为远不如自己，但这一手水属性功法的威力竟然完全不逊色于金丹后期的全力一击。9条魔蟒在灵泉水幕的冲刷下，一条接一条的崩解消散。黑风上人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之色。他修炼魔道功法数百年，从未遇到过如此克制的对手。那些灵泉精华仿佛是他魔气的天敌，轻轻一沾就如烈火烹油，瞬间蒸发。小畜生，本座记住你了。黑风上人见势不妙，转身就想逃遁。你没有下次了。天空忽然暗了下来，不是乌云遮日，而是无数水滴从沼泽中升起，悬浮在半空中，将方圆数里笼罩在一片蓝色的光幕之下。这是林晨在金丹期领悟的新招式灵泉求天阵。黑风上人一头撞在水幕上，浑身冒出青烟，惨叫连连。他疯狂地施展各种魔道功法，但每一次攻击都被灵泉精华中和消解，翻不起半点烂花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魔渊宗的外门长老，杀了我，魔渊宗不会放过你的。林晨面无表情。魔渊宗又如何？要杀我的人，我必杀之。他抬手一指，囚笼中的灵泉精华化作无数细小的水针，从四面八方刺入黑风上人体内。这些水针不伤血肉，却专克魔气，将黑风上人体内的魔道根基一点一点地摧毁殆尽。黑风上人的惨叫声越来越弱，最终归于沉寂。他的身体化作一团黑烟消散，只留下一枚储物戒指和一颗已经碎裂的魔丹。金丹后期死，斩杀黑风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南荒沼泽虽然偏僻，但金丹后期的修士陨落，动静太大，根本瞒不住。消息传开后，方圆千里的修仙者都震惊了。一个不知名的散修刚刚突破金丹初期，就斩杀了一位金丹后期的魔道修士。一时间，无数人开始打听凌晨的来历。有人说他是某个隐世老怪的关门弟子，有人猜测他身怀异宝，也有人认为他只是运气好，恰好功法克制魔道。
但无论如何，凌晨这个名字第一次在修仙界中传开。苍梧老人坐在古塔顶上，一边喝着灵泉茶，一边翻着黑风上人的储物戒指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好徒儿，这家伙的身家可真丰厚啊！金丹后期的积蓄，够咱们师徒俩用好几年的了。凌晨却在思索另一件事。斩杀黑风上人后，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灵水诀又有了突破的迹象。这本功法的修炼与普通功法不同，不只看灵气积累，更看重对水之道的理解和感悟。与魔道修士的生死搏杀，让他对灵泉的净化之力有了更深的认识。灵泉不仅能滋养万物，也能洗涤邪恶，净化与毁灭本就是一体两面。师傅，我想去一趟东海。东海？去那里做什么？水之道有静有动，有死有生。南荒沼泽让我明白了死中求生，但生中求变，还需要去大海中感悟。苍梧老人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去吧，为师这把老骨头就不拖累你了。等你成了大人物，别忘了回来看看为师就行。师傅，我们一起走。东海之滨，万顷碧波。凌晨在海边找了一座无人荒岛，一住就是3年。这3年里，他的修为稳步提升，从金丹初期一路突破到金丹后期。但最重要的不是修为的增长，而是对灵水诀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大海教会了凌晨什么是包容。灵泉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，它可以随着主人的蜥蜴演化出无数种形态和功效。治病救人的灵泉，淬炼体魄的灵泉，破除禁制的灵泉，甚至杀人不眨眼的灵泉。只要对水之道的理解足够深，灵泉可以做到任何事情。3年后的一个清晨，凌晨站在岛礁之上，面朝大海，右手轻轻一挥，天空忽然下起了雨。但这不是普通的雨，每一滴雨水都蕴含着灵泉精华的力量，落在海面上激起圈圈涟漪，落在荒岛上，枯死的草木竟然重新发芽。方圆百里天降灵雨，这是灵水诀小成的标志。天降灵泉虽然还达不到仙泉的层次，但已经足以让范围内的所有生灵受益。荒岛上的野兽喝了灵雨，纷纷开启了灵智；海中的鱼虾被灵雨浸润，竟然开始向妖兽进化。凌晨满意的点点头。金丹后期配合灵水诀小成，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在修仙界立足了。该回去了。他望向西边大陆的方向。3年不见，不知师傅如何了？凌晨回到大陆时，正赶上100年一度的天骄盛会，这是修仙界最盛大的赛事，各大宗门世家散修中的天才人物齐聚一堂，争夺当代天骄的称号。往届的天骄无一例外都成为了修仙界的顶尖强者。苍梧老人已经提前为他报了名。老人这几年过得相当滋润，有凌晨留下的灵泉滋养，不仅根基完全修复，修为还突破到了筑基大圆满，距离金丹只有一步之遥。徒儿，这次参加天骄盛会的可都不是善茬。天剑宗的大弟子李剑心，金丹大圆满，剑道通神；太虚门的圣女苏瑶，同样金丹大圆满，精通幻术。还有万妖岭的少主人敖烈，据说是上古蛟龙血脉，肉身强悍无比。凌晨一一记下，心中并无畏惧。他的灵水诀已经小成，灵泉精华的妙用远非普通功法可比。即便面对金丹大圆满的对手，他也有5成以上的胜算。天骄盛会第1日，凌晨连战3场，3战全胜。他的灵泉水幕让对手的攻击全部化为无形，灵泉化形的水龙、水凤、水麒麟更是令对手防不胜防。此人是谁？好生厉害的水属性功法，是那个在南荒沼泽斩杀黑风上人的凌晨。金丹后期斩杀金丹后期不稀奇，但他今天对战的3个对手都是金丹大圆满，越级而战还能连胜，此人绝不简单。天骄盛会上，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。天骄盛会最后一战，凌晨对阵天剑宗李剑心。李剑心被誉为100年难遇的剑道天才，一手天剑9式出神入化。此前所有对手都被他一剑击败，无人能撑过3招。两人站在擂台中央，四目相对。你的水属性功法确实精妙。李剑心缓缓拔剑，但水终究是柔弱的，而剑是至刚至锐的，柔能克刚，刚也能破柔。看好了，天剑第9式破天一剑。一剑出，天地变色，无数剑光如同银河导泻，朝着凌晨倾泻而下。这一剑的威力已经隐隐触摸到了元婴期的门槛。凌晨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施展出了从未在人前展示过的底牌。天空忽然下起了雨，不是普通的雨，每一滴雨水都蕴含着浓郁的灵泉精华，而且这些灵泉精华的浓度比凌晨之前展示过的高了何止10倍。
雨水落在剑光上，剑光竟然开始扭曲涣散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消解了一般。这是仙泉？李建新瞳孔骤缩，不仅仅是仙泉，这些雨水落在地上，擂台的石板开始长出青苔和花朵，落在人身上，观众们只觉得浑身舒泰，多年积累的暗伤都在缓缓愈合。整个擂台方圆100丈都笼罩在一场生机盎然的仙雨之中。我这一招名为天降仙泉，李兄还要继续吗？李建新沉默片刻，收剑入鞘，抱拳一礼。我输了。全场哗然，天剑宗的大弟子竟然主动认输了。天骄盛会结束，凌晨以金丹后期的修为击败金丹大圆满的李建新，夺得当代天骄的称号，修仙界为之震动。人们纷纷议论他那神奇的水属性功法和他那场能够滋养万物的仙雨。此人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功法？为什么他的雨水能让草木开花，让人伤势痊愈？听说他修炼的是水属性功法，但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水属性功法，这不像是战斗。消息传到各大宗门的高层耳中，一些元婴期的老怪物也坐不住了，他们派人暗中调查凌晨的底细，却发现此人行事低调，不结仇，不树敌，唯一的仇家也被他亲手斩杀。他的灵泉不仅用于战斗，更多的是用来救助凡人，滋养灵药，净化被污染的灵脉。渐渐的，修仙界不再称呼他的本名，而是送了他一个尊号——灵水圣君。数年后，凌晨突破元婴期，将灵水诀修炼至大成。他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座灵泉宗，广收门徒。但收徒的标准不是天赋和根骨，而是心性。他的宗门不追求争斗和掠夺，而是致力于用灵泉滋养一方水土，造福天下苍生。苍梧老人被尊为太上长老，每日喝着灵泉茶，看着弟子们修炼，乐得逍遥。老夫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跑路，没想到收了个徒弟，本事是当圣人。凌晨站在灵泉宗的山巅，俯瞰着脚下万里山河，天空飘着细雨，每一滴雨水都是仙泉，滋养着大地上的万物。上一世，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散修，死于默默无闻。这一世，他成了灵水圣君，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这个世界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凌晨微微一笑，转身走入雨中。天空的仙雨越下越大，灵泉宗的花草树木在雨中疯长，灵兽在雨中欢腾，弟子们在雨中盘膝修炼，修为节节攀升。这场雨下了3天3夜，3天后，灵泉宗方圆千里的灵气浓度翻了10倍，成了一座真正的洞天福地。而灵水圣君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